能让逊尼派和什叶派放下恩怨的，除了本拉登，就只有拜登；能让美国海军远离越南的，也不只是尼克松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，就在土耳其跟俄罗斯、伊朗握手言欢之后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，或者说这对冤家的关系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了。新华社7月25号消息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于25号当日说，伊朗此前与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5轮会谈结果良好且令人鼓舞，下一轮会谈有望提升到政治层面。而本月初，伊朗还表示愿与沙特在对方首都重新开放大使馆。而相比之下，美国总统拜登在沙特的访问还真有点徐志摩再别康桥的风采。能让伊朗跟沙特缓和关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。伊朗其实就是波斯人嘛，波斯人和现在的阿拉伯人历史上有不少的恩怨的。波斯帝国强大的时候，阿拉伯人的祖先是被征服的，而阿拉伯强大的时候，波斯人也被统治。这两个民族从未相容。更大的问题在于，伊斯兰教诞生之后没多久就产生了严重的分裂，最终形成了现在的逊尼派跟什叶派水火不容的局面。当今沙特认为自己是逊尼派的领头羊，而占据绝对少数的什叶派就是以伊朗为核心力量，所以持续了大约1400年的深仇大恨就靠这二位努力维持着。这几年一直折腾沙特的胡塞武装背后也是伊朗。不过有时候逊尼派跟什叶派还能团结起来，比如说奥萨马·本拉登当年在阿富汗建立的恐怖训练营里边，由于在阿富汗战争中，本拉登是各方反苏力量眼中的大财主，并且还带人直接对抗苏联。而苏联解体之后，他还调转枪口对准美国，发动了911事件这一系列行动。所以呢，这让本拉登名声很大，投奔的人很多。而本拉登的训练营对逊尼派跟什叶派来者不拒，并且还要求他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边一起听课，战场上一起战斗。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的，要打美国呀。现在呢，拜登通过对沙特的一系列公开谴责羞辱，把沙特说成贱民国家，当面指责沙特王室，而另一边呢，又想组织针对伊朗的战略包围圈，同时把两个敌对国家都得罪一遍，又一次促进了逊尼派跟什叶派考虑放下一些仇恨。拜登可能是要追平本拉登的成就了。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前一段时间，美国海军航母编队在南海转悠，并且计划访问越南。国内已经有人担心越南又要投靠美国了，结果美国又改变了计划，取消了访问越南的行程，去了新加坡。而就在上周四，越南反对美国把越南加入人口贩运黑名单，所以针对越南，美国是又想拉拢又要指责。能让越南不忘仇恨，让美军离开越南的，还真不只是尼克松。所以呢，美国本来很清晰的外交战略，现在似乎是被自己人玩坏了。有人说这是因为拜登脑子瓦特了，恐怕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。因为拜登这些人代表的是美国国内那些建制派老精英，按理说他的外交出牌不会这么莽撞。但是特朗普当总统期间，把美国的国内政治价值观还有美国的外交传统规矩砸烂一大片。拜登上台之后，这些人要继续获取选票，只能顺势向民粹思想和各种千奇百怪的所谓政治正确低头。那么如果一个国家里边全社会多数人如果都疯了，不疯的人更有可能是被淹没掉，而不是在竞选中获胜当总统。那么不管是谁，现在坐在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上，恐怕都只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，美国那些认为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头上，以及其他国家头上的普通人，最后反而是在推动其他国家的反美情绪。长远看，美国人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对我们反而更好。好，凭自己的本事同时得罪沙特和越南，美国这么做到底图什么？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